不关这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OPPO Find N。这应该是小白测评频道到目前为止体验过的第4个大规模量产的折叠屏手机品牌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也是未来科技大会 ，OPPO 算是给大家了一些信号啊。卷轴屏的概念手机，之前折叠屏的手机整体用户量一直都是比较少的。首先最重要的原因，价格都比较贵。还有第二个也很重要，就是很多人觉得折叠屏在现阶段并不实用，它并不能作为主力机。是这样的观点的，请扣个1，就把它当成主力机，它能不能胜任呢？首先就是尺寸，它的外屏是非常小的，只有5.49英寸，而且有一个小彩蛋啊，我们频道里面其实是之前出现过这台手机的外屏的。我不知道弹幕里边有没有人能够想到啊，5.49英寸小的，而且它一边是直屏，一边是曲面屏，就是我们去 OPPO 的那个神秘实验室体验它那个屏下镜头的那个技术，那块手机其实就是这个手机的外屏。所以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 OPPO 最开始这台 Find N 它是一个屏下镜头的手机？之前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小屏党，是吧？那么这台手机你一上手给你的感觉就是一个4500毫安时电池，没有做电池上面阉割的一个小屏手机，正面屏占比达到了90.7%，但是由于这个卷轴，所以视觉上你会感觉没有居中，是往这个右边要侧一些的。主摄呢也是 IMX766，它使用的是侧边那个实体指纹识别。OK，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这台手机的代号叫孔雀啊，这个默认的这个壁纸呢，可能是有点孔雀开屏的那个纹理的感觉。这块内屏啊，它是三星最新的E5材料，120赫兹的 LTPO 屏幕，可能大概差不多是在折叠屏里面的天花板了。不过也要提醒注意，这台手机的外屏啊，它是一个周冬雨排列的屏幕，这个 PPI 是402，但是周冬雨换算完了之后呢，也就300多。在打开的过程之中，第一次啊，就包括它最后合上，啪这一下，这个阻尼都非常好，它是可以50到120自由悬停的。合上的时候，这个声音就感觉很浑厚。华为的这个，小米的这个，华为的这个声音和 OPPO 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像的，就是它有点像一个质量和密闭性都特别好的一辆汽车，那个车门嘣关上去的那种感觉。如果你之前体验过，或者说自己正在用折叠屏的手机，打开之后你的第一感觉就是，哎，这个屏幕好像哪里怪怪的，但是我说不出来，因为之前的折叠屏手机它正面想努力的给你造一种正常使用的直板手机的这种感觉，所以普遍都是正方形，或者说正方形稍微长那么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尺寸。但是这台手机打开之后，它是一个横向的屏幕啊，它的分辨率是1792×1920，而且打开之后它是7.1英寸，也没有特别的大。这台手机整个的使用体积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正面的这个边框它也努力给你做到了4边等宽，但是啊，这个边角的部分确实还要更宽一些，这个 R 角内外稍有一些不一样。这台机是275克，但是由于它整个体积尺寸方面也都是比较小嘛，在视觉方面就比较讨巧，你会感觉这275，哎，是不是好像没有那么重啊？有这种错觉。目前量产这几台的尺寸、厚度和重量，我们都给大家打出来啊。那么 OPPO 采用的是一种缩小体积这样的一个策略。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有些人觉得啊，我买一个折叠屏手机，我外屏就是一个正常手机，然后内屏就要有一种大平板的感觉。OPPO 这次的口号是从尝鲜到常用，那么首要解决的当然是折叠用户比较关心的问题——折痕。如何解决折痕呢？那当然就是不折。大家都折过纸啊，把纸对折，中间就非常容易留下折痕。但如果将两头对起来啊，这个下面形成一个水滴的形状展开就不会有折痕。水滴直径越大，形变越小。Find N 的完折半径是3毫米，实话讲，折痕确实很轻，应该大概可能是我们体验过最轻的了。你可以去线下去看一下啊。但同样的，半径越大，折痕越轻，手机越厚，铰链的复杂程度也就越高。而Find N的铰链就有136个零件。这块折叠屏呢，是和三星联合研发
加的，也使用了 UTG 的玻璃。但OPPO表示啊，这原厂贴的膜是可以更换的，小伙伴们不用担心不可以换膜了啊。但无论如何，还要以实物为准啊。现在我们体验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啊，使用1个月之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折痕的情况。减少折痕背后的功臣其实就是铰链。OPPO 这次对自家的拟锥形铰链啊，这设计很有信心啊，注册了120多个铰链专利。实际手感开箱也说了些，配合这个小尺寸的机身，用张老板的话就是不松垮有力道啊，建议实际去感受一下，毕竟手感这东西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不过在我们的体验过程中也遇到了小问题，就是如果你手爱出汗、油手的话，抛光的镜面金属边框会让你没那么容易把手机打开啊，很容易手滑。建议下次可以考虑磨砂边框。同时，由于在展开和折叠的最后提供了一定的段落感啊，在这段区域内是不能悬停的。范德恩的悬停范围是50度到120度，并不是三星那种可以在任意角度悬停啊。当然也要说一下啊，三星为了实现任意角度悬停是没有段落感啊，却手感偏硬一些的。大家觉得手感和悬停哪个更重要？可以打在公屏上。悬停是折叠机特有的形态啊，最直接的功能就是免去支架，比如说你视频聊个天可以直接放在桌子上。OPPO 在软件层面加入了悬停视频和音乐，比如说视频网站弯折悬停就会自动进入半屏模式，在没有手机支架的时候方便观看。下半屏可以用来调节亮度、音量以及拖拽进度条等等。而在使用自带的音乐播放器的时候，上半屏可以用来显示歌词，下半屏控制播放或者切歌。比如全屏看 B 站，上下的黑边可以用来显示字幕，这样就不碍着我看小姐姐了。在拍摄上，相当于多了2个屏幕1个支架。悬停的时候，相机会根据角度选择显示在哪半边屏幕，方便大角度俯拍或者是低角度仰拍。外屏可以用来给你的女朋友预览构图，或者2个人合照使用。和朋友合照或者自拍的时候，可以利用悬停和手势远程拍照啊，无需其他人帮忙。就是不太建议这手机离得太远，否则我的手机。大屏的软件应用也是考察的重点。范德恩我们体验这个版本上有双指分屏和快捷浮窗。分屏啊，就是双指在屏幕中间一滑就可以快捷打开分屏，点击中间可以交换位置，改变分屏的比例，或者保存当前分屏为图标，快捷开启。放置在智能侧边栏的应用可以拖拽替换当前的分屏应用，比如你同时开启微信和 QQ 和2个女性朋友聊天，或者淘宝和京东比个价。范德恩也支持分屏拖拽分享文件，比如将相册图片直接拖拽发给好友。只是目前它只是官方应用，功能适配还不够全面。4指浮窗就是4指一捏快速开启浮窗，当然也可以通过将应用上滑至快捷区域开启浮窗，同样支持悬浮、放大、缩小以及贴边隐藏。平行视窗，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啊，同一个 App 2个层级，无需返回就可以查看另一个商品，只是这个功能默认并不开启啊，需要手动设置才行，并且某些主流应用的适配还稍有问题，比如 QQ 开启的时候啊，就无法在联系人界面打开聊天窗口了。折叠屏要努力抚平折痕的同时，也应该抚平内外屏的体验差异啊，所以内外屏的接力也很重要。范德恩就在全面接力或者直接熄屏之间增加了一个方案，5秒内上滑继续使用。虽然增加了一个步骤，但是在日常使用之中可以避免合盖之后忘记锁屏导致的一些麻烦，比如诶，你怎么跟别人拍照？最后也是折叠屏统一的一个痛点通病啊，就是第三方应用适配。OPPO 的口号是从尝鲜到常用，那么就给它加大一些压力。从之前折叠屏测试的60个，升级到了应用商店各个排行榜上的 App， 总共105个啊，满满5屏，还多了一行。在包括自动兼容的情况下，范德恩的总体适配程度还不错，主要适配问题都出现在一些较小众的 App 上，主流应用基本都适配了啊。我们发现的适配问题上，比如百度地图啊没有横屏，和 OPPO 的工程师沟通过后呢，说他们也会持续的优化 App 的适配数量，还有就是折叠屏打游戏，这也是很多人买折叠屏一个原因。大家都觉得上下的视野增加了啊，但其实它也裁掉了一些左右的视野，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差别。范德恩的兼容模式是个不错的弥补方案，你可以手动设置某个应用的显示比例是4:3还是16:9，从而避免删视野的问题啊。就是玩游戏上下大黑边还有点不爽。不过如果你横过来玩游戏，你还能成功的避免摸到另一半发热的小笼包吧。总结，软件方面 ，OPPO 的思考不算少啊，比如说新的分屏、这个小窗模式、更多的接力选择和兼容模式，在这个第三方应用大环境还没有很好的适配折叠屏的时候，弥补了一些体验不足。但反过来啊，也正是因为当下的第三方应用没有足够的折叠屏硬件生态，所以 OPPO 在系统层面的弥补还是比较有限的。而趁手的这块小屏反倒成为了范德恩的手感优点。OPPO 这次算是定义了一个新的折叠使用尺寸啊。首先外屏，不管你之前是太大、太小或者太长啊，只要改变了人们直屏的传统使用习惯，你都会觉得比较难受、比较别扭。之前的华为 Mate X2 就解决的是这个问题，不改变你的传统使用习惯啊。不过有些人可能
能还觉得有些大啊，重了一些。人是一个大屏手机，展开一个大平板，这 Find N 呢算是一个小屏手机，展开一个小平板，减轻了单手操作的压力问题。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啊，统一的请扣1，反之请扣2。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甚至外屏还要更多一些，所以坚决不放弃外屏的使用体验是目前折叠屏必须要做的。处理器上达到了888，这可能应该大概是机圈最后一个大旗舰了。之前我们已经实测过很多次了啊，时间关系我们就跑了个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我们想着重看的是续航啊，就这期视频呢，小白测评数据库专门设计了一个折叠手机续航测试的模型，内外屏全部给你兼顾到。Find N 是第一个啊，后续我们也会陆续完善这项数据。具体的测试标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公众号查看。在兼容使用外屏和内屏的情况下，4500毫安时的电池，3小时综合续航测试剩余了64%，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19%，总体表现还是 OK 的啊，但受限于体系，充电并不出色。33瓦有线加上15瓦的无线，相对来说确实不够快。还有就是无线充这个线圈太靠下了，在竖直的无线充电器上，有的时候是无法正常充电的，你得反过来放。影像方面直接放一张啊，这个后置主摄采用了 OPPO 已经用熟透了的 MX766，饱和度会更高一点啊，但无论是解析力还是色彩还原，都是目前主流旗舰的水平。超广角上稍有点缩水，从之前Find X3 Pro 上的 MX766换成了 MX481，底虽然变小了，但是画面没变小啊，甚至还更广了一点。不过畸变控制和那颗自由曲面镜头肯定是有不少差距的。长焦也是相同的 S5K 3M5，2倍光学变焦，实际表现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屏幕可能看着会有些差异，可以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Find N查看原图。总结优点方面，手感、自研的铰链和屏幕，在折痕方面表现确实不错，手划过中间铰链的部分，Find N的平滑程度可能大概差不多是目前折叠屏手机中表现最好的价格之一吧。缺点方面，目前第三方应用的适配还需要努力啊，毕竟我们测试的都是应用商店内的常见应用。当然，我们这软件版本也是早期工程版啊，版本号给大家打出来，这个量产版应该适配率会更高了一些。哦，对了，这台机器配备的是 X-Row 的马达，而且体验还不错。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啊，从尝鲜到常用了吗？这台手机主观觉得 Find N 确实跳出了尝鲜的范围，你可以日常的使用它，尤其是这个小巧的体积，让它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很方便了。我觉得它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了亲和力啊，这个手机矮胖的是吧？亲和力增强了之后，可以说变相的增加了你使用它的时间。不过你非要说它非常好用吗？那肯定还是有些距离的，而这个距离其实也是目前折叠屏的一个通病吧。许多时候我们只是放大了软件啊，放大了界面，却没有放大体验。而这不单单是手机厂商的原因，由于硬件量的整体不足，软件方也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适配优化的动力啊。不完善的生态啊，复杂的铰链设计啊，不高的良品率，外加相对易损的屏幕，相对较高的价格，都让折叠屏手机这个形态被束之高阁。只有部分人可以把玩一下，但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新的技术都需要不断的发展进化，最终量产，降低价格，成为大家日常可以使用的工具。未来手机什么样？这个问题我们之前聊过很多次，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没人知道正确的答案。但折叠屏确实是目前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各家厂商或者说供应链技术研究的重要方向。之前我就说过，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啊，就是时常会感觉这个技术发展的太慢了啊，希望后期有更多的厂商、更多的品牌参与进来解决这个大环境的问题。只要思考的够多，实践的够多，我们就距离真正的答案更进一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